其实我可以想象，如果以前这里是祭坛，我就会看到一条人们往这里祭祀的道路。我觉得光是想象这感觉就有一点鸡皮疙瘩。而且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有类似长老或祭司的人是坐在这里看着他们。你要不要来坐坐看？你会不会突然发现，其实那个人就是你？我就是不想去啊，我才叫你去试试看嘛。嗨，大家好，我是凤凰，我是大宝，我是明光。Hello， 我们时隔3个月之后，我们又重新回来要挑战七星山小油坑的金字塔。我们把明光老师从远方叫到台湾，金山崩塌，这样对吗？这样对吗？今天这个是要认真走，可能要走到就是3-4个小时，加油！走了1个小时以后，我们抵达洞口了。我们进去，等一下应该就会看到以前的祭坛。那还好，这个洞口不会太难认，就是那边有一个解说牌，解说牌，而且旁边有人绑了一个。对，其实这边山友有绑了带子，对。所以这边呢，其实也是往七星山南峰的一个路径。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到神秘的小洞了。走出发，走。好，这边进入一个手脚并用比较有落差的地方啊。我们要到了，对不对？怎么说？因为那里啊，就是一个结界，圆柱状的石头就在那里。地图上大概确实在10公尺到20公尺就到了，对。因为我们等于是要进去里面解读或者是接一些讯息，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人家打招呼。但那一般爬山的话就不用这样，因为你只是跟他共存，他经过他。那像这样子，我们打招呼，我们有办法知道说人家有没有回应说 OK 或不 OK， 让我们进去吗？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打完招呼，然后没有太多的变化，那就是 OK。如果有一阵大风，那你就是要等。如果说在山他也愿意接受你的时候，基本上在山里面，不管是受伤跌倒的几率都会变很小。对对对，是有一个大家互相打过招呼、有礼貌的状态这样子。那打招呼的方式不难，就是基本上就是对着那个山，然后讲你的名字，然后今天几月几号，然后你想要来这边做什么，然后大概会待多久的时间。那请他就是充分的支持你在这段旅程里面，然后大家互相安好，然后支持保护你这样子。那一般像我们刚刚在过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感觉到能量比较强，或者说在去一些你甚至觉得有下意识就觉得不太干净的地方，我们通常不会去跟他报自己的信息，我们反而会采用一种护身的方式啊，比如说6字明咒或12字明咒。6字明咒就是一般大家常听到 Mani Padme Hum， 然后如果是12字明咒的话，也可以练你莲石心咒，就 Om Ah Hum Banja Guru Bema Siddhi Hum， 它都会很好的帮助你提升自己状态，有点像保护自己。它的方式就比较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去一些比较，譬如说你觉得这地方跟你有一点对抗你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也可以作为参考。另外一种就看你要去哪里啦，有不同的方法。对，那明光老师，你刚刚过来的时候，你有觉得这个地方，比如说从你的解读啊，或是什么，你会觉得哪里有比较特别？我相信在这一条我们刚走过来的道路，它是由北往南走这条道路，它应该是一条类似像参道、神道般的东西，由北向南，也就是朝离向或者是朝巽向的一条道路。离向是一个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祭祀阳光或太阳
比较常用到的一个方位。以我自己的接触到的跟神灵相关，像譬如说五台山，还有这个九华山，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行进的路径。如果我们人站在这个结界的石头的这个区域往这个恐龙接吻石去看过去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标准的走在太阳黄道面的这条延伸线。也就是说，你在早上来的时候，你应该会看到太阳从这个恐龙接吻石中间那个洞透过来，所以它这里应该是一个祭祀或者是在追踪某一个时节，比如说春分啊、日出的那个位置。好，作为一个仪式的开端。所以明光老师，你是说，就是这个太阳，它理论上会从洞后面射进来吗？对，它就像是古早时期的天然日晷。英国的巨石阵其实也是这样啊，对，他们也是在夏至的那一天，太阳会刚好经过，就是那个巨石阵中间这样子。所以这个时间点，你去看它的整个轨迹是非常近的，你几乎可以去判定它应该就是测量春分。而且春分在农耕里面也是非常很重要的时间。对，没错，因为什么时候播种，其实落差非常的大。对，他们用这个来去判断。我觉得有点鸡皮疙瘩。其实它这个最厉害的地方，它是天然的，这个东西是跟整个山纹水势一起变成这样。台湾其实很多地震的，你可以想见这个地方可能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动过，而且它是纯天然，就在3座主峰的正中央，这非常的难得。而且你看这整个结构，就像一个神坛。这个位置是一个类似宝座的位置，你说坐在接吻石前面的话，对，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能量。这个送吧，是不是很蛮好？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以前这里是祭坛，然后坐在这的话，这些竹林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茂密，我就会看到一条人们往这里祭祀的道路。我觉得光是想象这感觉就有一点鸡皮疙瘩。而且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有类似长老或祭司的人是坐在这里看着他们。你要不要来坐坐看？你会不会突然发现，其实那个人就是你？我就是不想去啊，我才叫你去试试看嘛。不要来，会不舍得啊，因为这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部族了嘛。那你还是会感受到这个兴衰的过程里面，那些身为一份子的。那他们后来发生什么事是你可以收到讯息的吗？这边真的曾经是很丰盛的一个部族啦。那起源呢，大概跟我们之前猜的应该差不多，就是他们的远古最早的祖先可以回溯到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外星人，但他们那个时候算是神人的后代，可能有点像是皇帝蚩尤的那个时代，差不多那个时代。那他们这边的人呢，是皮肤很黑。但是蛮高大的，其实以前的天人都比现在的人高大很多，对，大概平均至少180以上，180可能还算矮的，到2.5米，我觉得。对180还算矮的。我为什么可以补充？好，你继续说，没关系，你明明就可以啊。刚才虽然明光老师有说到这边可能跟他们的经济活动有关，但是我也感觉他们其实是就是某个时候要跟地球外做通讯的点。如果是地球外的话，应该是再过去。这个比较是他们部族之间自己在运作整个部落。他们就像刚刚明光老师讲的，就是1年的开始，他们要做一些什么经济活动？对，经济活动的东西。那为什么会消失？应该是大洪水。洪水淹到七星山这边就真的很高好，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算有，我们也没有文献记录。
对啊，太早以前。它应该不是冲到这里吧？它应该是在下面的居住地被冲坏了，所以他们的文明就消失了。对，这个文明这地方他们圣地啊。对对对，左明光老差不多走看，走看，走看，就是有一种霸气感，对不对？就总裁感。对对对对对。他们有献祭的习惯吗？不会是献祭，他们主要都是以谷物那一些的农植物，对对对对，这种欣欣向荣才代表太阳它的能量是有普照到大地嘛，所以他们是用这样子的东西去祭祀他们的祖先。对，太阳是他们的祖先，对，他们的认知是这样。就那个锥，然后到恐龙接吻石，到刚才结界的石头，其实是3点一线。我们其实到了，就在这儿，这边这一区都是。这边以前应该没有这么多竹子，所以是一个很大像广场一样的平地。然后，所以他们把东西从那边运过来之后，就会放在这里，然后开始做祭祀的部分。确实是一个祭坛，地图上也是这样写。林老师现在看起来怎么样？我一直在找它的这个日出线，我猜想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目的性是不一样的，有点像一个祭天一个祭地，有地坛跟天坛的概念。懂。这地方它在祭祀的逻辑应该会更加的人造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地面上面的结构应该都是一些史前文明啊残余垒出来的。那个地方其实是高的，这地方是低的，但是它这里会把它做的跟它一样高。刚才我们在切的那条线，就是春分的那个太阳的那条线，从孔洞看过来是这条线，直接从那边延伸过来。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走的是太阳跟月亮走的轨迹。它可能基于某种逻辑，太阳可能是原始的石头，然后月亮的话，它是一个，我猜想这边应该也有一个类似像它一样的结构。只不过它这个结构已经坍方了，就是两边的祭祀的时间不同，是对，是，然后会有一个是要祭，就像你讲的，一个是祭太阳，一个是祭月亮，对，所以他们刚好会在两面。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它的金字塔跟我们这个几个东西应该都是一样高的，对，就是说我刚才说，就是从金字塔这样到那个恐龙宝典，它是一条线，而且是等高的过去。哦，原来如此。到了，就是这里。哇，这边真的很厉害耶，可以看到整个台北盆地耶。一望无际。哇，这也太酷了！好酷。这里的磁场超乱，这个地方磁场超乱，我没有办法找到北方。主峰圈呢？它就在主峰啊！你看那边。nice， 这个地方就是它结穴的一个穴点，它这下面应该是它的某个暗山。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讲说左龙右虎，前暗有巢，也就是说正前方要有暗山，也要有巢山。我们下面往下看的都是巢山，这个地方就是它所谓的暗山，其实是我们讲在古人读书的时候啊，手要靠的那种东西叫暗。有暗你就容易升官，容易发达，等于是气不会直接流走。它那边很高嘛，气流下来之后，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档，对，又流回去，形成在这地方。所以就是等于是高的地方，然后这样子低下来，然后又高了一点，所以这个次高的这个可能是人造的。这个地方一定是人造的，或者它原来没那么高。我们现在这条线，这个地方为顶点到主峰，大约在正中央那个位置，一定有一个坟地或者是某个那什么东西。那就是第23神庙正中间神庙，这叫靠山，这叫左青龙山，这叫右白虎山。所以它在风水当中讲龙穴沙水。什么是水？我们现在眼前看过去的一大片，它并不是河水，而是开阔的区域。什么是沙？就是青龙沙、白虎沙。然后什么是水？穴是什么？穴就是在这个山势形成的龙，它中间的一个结穴的地方。以在这里来说，回推就刚才那个
第二三神庙的地方，对这个穴位简直是太美。不过就是埋人没有办法，人都撑不住，撑不住什么意思？这个气太大了，这个局太大了。这个不是拿来埋我们的人对，，阳明山第2还第1公墓就是这里的鱼脉，鱼脉啊，就是可以做所其实是这里了。对，它的最早形成第1个穴。它这时候是非常的锋锐，埋出来可能会晚辈是会好，但是通常都会有一些异状，比如说战场恨死啊这种。但他是大将军，所以很厉害的穴局很大，不适合拿来埋人，太祭强的神就好。对，没错。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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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快乐耶！不太快乐了，不太快乐了。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周期要来了，在这边曾经是一片湖，未来它还是会再变成湖。人们只是在这个时期当中生存的一段时光的生物，所以未来天人的时代又会再回来，而盆地也会再成为台北湖。但是现在讲这些是言之过早，因为我们在场的人不会见证到，不会见证到，这个身体不会见证到，但是未来会再回到那个时代，但这就是自然啊，这就是自然。所以要好好珍惜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风景，因为是用这个身体在这个时候能够去见证的。以前的人也看不到现在的风景，我们也看不到以前的风景。可是以前在这里真的很壮阔，那种有一种真的是很合一的状态，是跟这个土地、跟这个星球，然后一体，好像从来没有分离。我觉得在这里会感觉到，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很谦卑、很渺小的一个状态。但我原本想说，我们在这边是不是会收到一些比较 specific 的具体的讯息？可是它好像不是这样用的。对，所以它可能格局更高一点，更大一点。对，它就是一个祭祀的状态，所以就是跟天跟地的一个交界，所以它好像不是一个讯息。我是问个人讯息，不是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觉得，虽然上次我们凄风苦雨没有进来，但我觉得好像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我们刚好解开了春分的秘密，是，然后在这么好的天气，然后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整个环绕跟整个视野上面，不管是从风水，还是我们从能量，或者是我们从讯息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全然的新的体验。对，所以我觉得怪不得之前很多关心的人会很喜欢来这边，就是打坐，因为来这边就会。真的会去意识到说啊，我们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星球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人类，所以来这边感觉到那个渺小性的时候，其实就真的会从自己的小剧场里面跳脱出来，可以开始用更宏观的去看待我们整个生命的历程，然后去超越、跨越一些议题。而且我们其实最好的坐向呢，应该是面那边。面山向，对，然后它的这个气场直接流过我们，因为火山本身就是直通地心的，对，它的能量磁场是很高，这就是大屯火山嘛，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结余，而且它这个是天然结穴，它没有人造的，所以它这里的能量磁场一定是最强的，综合大家的所有的能力，然后我们就是解出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我觉得跟明光老师出来玩真的蛮好玩的。跟你们2个也很好玩，我觉得这个太棒了。我下次去别的地方再去探险。回你的故乡是马祖吗？欢迎。好。那如果想要认识更多明光老师的话，我们资讯栏都会放老师的介绍。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